它是全球领土面积最小的发达国家，仅有61平方公里的土地，不足3.5万的国民人数，却拥有着位居全球前列的人均财富。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个小而富的国家在充满纷争的历史长河中，以独立姿态已经屹立了1000余年，从未被彻底征服和吞并。这个神奇的国度叫什么名字？它就是意大利境内的国中之国——圣马力诺共和国。圣马力诺这个国家有太多令人难忘的特质，除了小而富，这个国家还拥有全球最高的人均机动车保有量，但全国却几乎看不到红绿灯，仅依靠环岛与让贤制度，实现了非常高效的交通秩序。圣马力诺还是欧洲最立体的国家之一，其境内几乎全是山地，耕地面积不足国土1/5。而要说起真正让圣马力诺在世界历史中熠熠生辉的，单属它的政治成就。如今的圣马力诺不仅保留有源自古罗马的双元首制，它还是全球现存最古老的代议制共和国，其大议会制度的历史甚至比法国和美国的代议制还要早上数百年。其政治体系的超前性与持续性，不仅是小国政治发展的奇迹，更称得上是世界民主史中的活化石。从圣马力诺这个名字中，我们不难看出它所蕴含的强烈基督教色彩。根据传说，圣马力诺的起源可追溯至一位名为马利诺斯的虔诚信徒。相传在公元297年，马利诺斯遵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之令，自经克罗地亚的拉布岛前往里米尼，参与修复遭海盗破坏的城墙。由于马利诺斯品德高尚，信仰虔诚，他的美誉很快就在里米尼传播了开来。不过后来为躲避错将其认作丈夫一名精神失常的女子的纠缠，马利诺斯之后便隐居至了里米尼西南方约17公里处的蒂塔诺山，并在信徒的帮助下于山顶建立起圣马力诺的第一座宗教聚居点，也就是如今圣马力诺大教堂的前身。圣马力诺人通常将公元303年9月3日这一天视为圣马力诺建国之日。据传在当时，借由戴克里先在帝国境内开展了针对基督徒的大规模迫害，作为蒂塔诺山最初的所有者，一个名为费利奇塔的罗马贵妇，出于对基督教群体的同情与前进，并将蒂塔诺山赠予了马利诺斯及其信徒，并嘱咐他们要永远团结。在拥有土地的合法所有权以后，以爱与和平为主题的故事亦揭开了圣马力诺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历史的序章。虽然当时的圣马力诺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完整国家机构。当马利诺斯于公元366年离世以后，人们为了纪念马利诺斯，并将其册封为了圣人。另外，据说在圣马利诺斯临终前，他还留下了一句话：“我将你们从2个男人手中解放出来。”后来的人们通常将这句话中的2个人解读为掌握世俗权力的皇帝与宗教权威的教皇。虽然圣马利诺斯是否真有说过这句话，现在已经难以考证，但这句话所传达的反抗强权、独立自主的政治理想，在之后却实实在在成为了圣马力诺人世代传承的自由信念和其历史的真实写照。圣马力诺最早的实质性政府雏形出现在公元5世纪左右，当时西罗马帝国在西哥特人的威胁下风雨飘摇，周边村镇纷纷投靠这块相对安全的圣马力诺之地。而为应对不断增长的人口和管理需求，圣马力诺人便抛弃了原先以修道院院长为首的松散治理模式，仿效古罗马的元老院，组建了第一个自治机构阿人戈，一个由各家族首领组成的贵族议会。作为现今圣马力诺国家立法机构大议会的前身，阿人戈的运行机制非常有趣，甚至是全球罕见，因为它既没有固定的会议地点，也没有固定的领袖。这意味着当时的圣马力诺是一个没有国家元首的国家，而作为一个典型的贵族集体议政机构，阿人戈虽在维护社群公正、权力制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碍于对集体决策的过度依赖，运行效率低下，加上往后各家族之间愈发严重的内斗，在进入13世纪以后，阿人戈制度几乎陷入瘫痪。面对治理危机，圣马力诺人再次进行了制度改革。随后，一个由公民选举代表组成的大议会取代了阿人戈，同时为进一步提升行政效率，他们又在大议会基础上设立了执政官制度。不过，与古罗马强权式执政官不同，圣马力诺的执政官不仅任期非常短，权力也非常有限。此外，为强调代表的广泛性与权力制衡，执政官的人选通常还会由一位贵族与一位平民所组成。出现在1243年，名为奥多内斯·卡里托和菲利波达斯特尔佩托的2名男子，
是圣马力诺有据可考最早的2位执政官。而从1317年开始，2名执政官的称呼由长官和防卫者统一改为执政长官，证明那时起的执政官已经开始兼具国家元首的身份了。而政体的本土化与角色分化的出现，不仅是圣马力诺的政治制度从模仿迈向自主建设的关键一步，更释放了其政治制度趋于稳定和独立自治意识明确的强烈信号。由于圣马力诺既不处交通要道，也不具备丰富的物产，本身缺乏战略意义，加上又处在易守难攻的蒂塔诺山，这虽帮助圣马力诺在漫长的历史中较好地保持了独立的政治地位，但借由东罗马帝国衰退以后，意大利半岛权力的真空，圣马力诺还是不可避免地卷入到了一些地区纷争当中。从公元1440年开始，与教皇国、乌尔比诺伯国等势力结盟，参与了抵抗作为教宗的封臣里米尼领主、野心勃勃的马拉泰斯塔家族的西吉斯蒙多·潘多尔福·马拉泰斯塔在意大利中部扩张的战事，是圣马力诺历史上一次罕见的涉入区域冲突，也是其国家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圣马力诺在1463年获得这场纷争的胜利，便受到教皇的赏赐，得到了菲奥伦蒂诺、蒙泰贾迪诺和塞拉瓦莱等城镇。圣马力诺实现了继公元1320年基耶萨诺瓦的主动加入以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领土扩张。而随着晚些时候法埃塔诺的加入，圣马力诺坚韧的版图也被确立了起来，此后再也没有过改变。也是在与马拉泰斯塔家族长达100余年的较量中，圣马力诺深刻意识到国家实力的有限与过度扩张之间的矛盾。这一现实促使圣马力诺人果断调整国家战略，放弃扩张野心，转而专注于内部稳定与和平生存。这对于往后圣马力诺的命运而言，绝对算得上是一场关乎存亡的智慧抉择。从此以后，圣马力诺确立起了以中立、友好为核心的外交方针，一方面保留象征性的防御力量，另一方面则以开放姿态，积极与周边大国建立关系，提升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存在感。1797年，圣马力诺主动向当时如日中天的拿破仑表达对共和制度与自由理念的认同，赢得对方尊重，并获得粮食援助与外交保护。更难得的是，圣马力诺还婉拒了拿破仑提出的扩张领土提议，坚定守护自身独立与边界。1849年，意大利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加里波第在罗马共和国失败后逃至圣马力诺，得到了该国的庇护。这一举动也为圣马力诺日后避免被统一意大利吞并赢得了重要外交回旋空间。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前夕，圣马力诺向林肯总统致信，表达对共和制度的支持，并授予其荣誉公民身份。林肯则在亲笔回信中称赞圣马力诺是共和制度能够长期稳健运行的象征。进入20世纪，圣马力诺继续坚持其中立立场。虽然在2次世界大战中宣布中立的圣马力诺依旧没能完全置身事外，比如在1战期间，意大利因怀疑圣马力诺通敌，曾切断其国际通信，使其一度成为信息孤岛。2战时期，圣马力诺因地理位置遭到盟军误判，认为德军驻扎其中，不仅海外资产被冻结，在1944年更被纳粹德国短暂入侵，随后又遭盟军轰炸，造成了严重人员伤亡。而尽管命运多舛，圣马力诺始终不忘初心。在1战中，他曾组织医疗队参与红十字人道救援；在2战中，更是为超过10万名战乱难民提供庇护。要知道，当时圣马力诺的全国人口才仅约1.5万，这种超出国力的人道努力，为圣马力诺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尊重，亦让这个国家的名字被更多人铭记。正是凭借这份超越国土与军力的道义担当、人道信仰与政治智慧，圣马力诺一步步在国际体系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1988年，圣马力诺以最小国家的身份加入了欧洲委员会，并获担任轮值主席国的资格。而在欧盟成立以后，圣马力诺基于多方面的考虑，虽未加入，但与欧盟签署货币协议，获准使用欧元，被视为申根区实质合作体，可自由出入欧盟国家等准成员国待遇，仍旧彰显了其备受尊重与认可的国际地位。得益于稳定的政治体制和多元的发展路径，构建其以旅游、银行、纪念品经济和邮票货币发行为主的小国经济生态系统。圣马力诺早在20世纪末就实现了远超世界和欧盟平均水平的人均 GDP， 稳居全球富裕国家之列。放眼当今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像圣马力诺这样的小国看似格格不入，却恰恰以它的异类姿态为我们提供了一面映照现实的镜子。
在这个逐渐被地缘冲突、强权逻辑和利益竞争裹挟的时代，一个仅有61平方公里、人口不到4万的国家，能在千余年间始终坚守中立与仁爱，捍卫民主与尊严，这本身就是对文明底线最有力的诠释。圣马力诺无法决定世界的格局，但他却在无数关键节点扛起过道义的旗帜，捍卫过自由制度，也始终拒绝被历史的洪流同化。他用制度上的克制、外交上的智慧和人道上的慷慨，赢得了远超其国力的尊重与接纳，亦成为这个星球上少数真正不争而立、不强而固的国家范本。圣马力诺不是唯一的答案，但它无疑代表了一种人类文明值得追寻的方向。或许和平与幸福并非遥不可及，真正难以实现的是我们放下贪婪，选择克制的勇气。